好，现在整体的荷姆兹海峡已经陷入在战火当中了，尤其现在伊朗封锁了海峡之外，还威胁说有5000枚的水雷哦。那美军这一回是吓到不敢护航了，因为现在根据了解，没有任何一艘船有经过美军的护航哦，经过荷姆兹海峡。那美国的本土现在被威胁，恐怕伊朗的最新发言哦，遭到无人机来威胁美国的本土加州。等一下一起来特别关心。我们先来看到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之后，11日这一天，有3艘的船遭到不明的飞行物体给袭击了。好，这个是伊朗有特别去证实的，说确实泰国的散装船失火了。当时可以看到画面上就是燃起了黑烟哦，那非常的严重，火势一发不可收拾，船员都撤离了。另外就是日本的商船三井商船，它的驾驶室玻璃破裂，因为也是遭到了不明的物体给袭击，包括它的船体也都受损了。好，这是伊朗革命卫队，他有说泰国船就是他做的。现在做了一个统计，从开战到现在，在荷姆兹海峡上面被遇袭的船有14艘船。那么来自于美军这边的司令部特别也公布了说，伊朗现在有5000枚的水雷，波斯湾地区恐怕变成水雷湾，要大家特别的注意了。伊朗继续的呛，他说战争何时结束由我决定，尤其现在1公升的石油我都不会让它出口的。川普大家还记得吗？他曾经说必要的时候啊，不要怕伊朗，因为美军呢我们会必要时来护送油轮通过荷姆兹海峡，但是实在太丢脸了。来自于路透社最新的爆料，美伊开战以来，美军几乎每天都拒绝这些航运业者提出的军事护航请求，给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也很害怕被攻击的风险是过高了，目前无法执行护航这样子的任务。但是我们也来看到，现在石油被卡在荷姆兹海峡，受惠的唯一只有伊朗吗？现在最新的一个数据显示，伊朗的石油是出口不减反增的，其中还有运输到中国大陆的石油达到了1170万桶的原油是到中国大陆。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将军了，荷姆兹海峡5个小时内有3艘船遭袭，加上前美军司令警告的伊朗，它有5000枚的水雷，美军能止住下一波攻击吗？还有办法护航吗？将军怎么看？我觉得全世界现在市场经济最担心的事情就是伊朗用水雷来这个封锁荷姆兹海峡，因为水雷一旦布雷之后你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够清除的，也不是这么容易能够排雷的。在历史上面这个伊朗曾经在荷姆兹海峡布过水雷，那次布水雷是针对伊拉克，因为2伊战争他为了不让伊拉克的油能够运出去，所以他在这边布雷。那当一布雷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这时候美国那时候总统是雷根那时候雷根很生气，就下令这个去排雷，结果没想到美国军舰去排雷的时候，就一艘的这种排雷舰就触雷就引爆造成这个毁损当然还好人员没有太大的伤亡。那从这个过程之中，你就知道，就算是强如美军他要去排雷，他都有可能去触雷，而且那个是雷根时代的雷那时候的技术都能够造成如此大的伤害。那第二次来讲的话，我觉得在战史上面有一次的这个有一次的布雷是这个日本东京湾。那个日本在2战的时候，他为了防止盟军在东京湾登陆，所以日本自己在东京湾布雷了。但是战后来讲的话，美军没有帮他布雷，他就日本你自己去排雷，因为他知道排雷是很困难的。那这个伊朗有多少枚的水雷呢？如果说按他所讲的有5000枚的水雷，为什么他有5000枚的水雷？因为伊朗早就知道，大概30年前他就知道，荷姆兹海峡是他重要的一张王牌。他如果能够将这边封锁，他就可以对全世界来讲的话予取予予。所以他在30年以来，他又不断的在精进，他怎么样来封锁荷姆兹海峡。它不但有5000枚的水雷，而且它的布雷的这种不管是渔船或者是它的布雷的专用的布雷艇来讲的话，听说有到200艘这么多可以布雷。那目前美军自己昨天是说集成了16艘，今天又集成了说是累计到28艘但是如果说这28艘这个对整个伊朗来讲，它布雷的能力，其实我觉得是杯水车薪。如果伊朗存心要在这边布雷，那可能后续很难去这个清除掉。尤其是说水雷它如果传统的水雷，漂流性的水雷，它漂哪里你不知道。那再加上现在新的科技，包括有智慧型的水雷，还有磁吸式的水雷这些对过往的船只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所以我认为这次的这种伊朗做这个布雷的动作，确实是准备要做一个玉石俱焚的动作。好，谢谢将军。那委员又怎么看？不过啊，这个伊朗的油轮并没有经过荷姆斯海峡，这个大家一个很大的误解。伊朗现在还在卖石油，可是它不是经过荷姆斯海峡，它是把它的油田的确在波斯湾里面盖了一个1000公里长的油管，送到荷姆斯海峡外面阿巴斯港的外面那个地方有一个新盖的港口叫加斯克港，那个加斯克港是专门帮这个伊朗的石油运到那个中国或者其他地方去了哈，但美国并没有封锁它，没有，所以它还可以继续卖哦，所以它就不用经过荷姆斯海峡，它用水雷就可以封锁。那我是觉得哈，这个美军的前欧洲司令太逊了哈，但是5000颗水雷你就觉得很困难，你这个打什么仗啊？回家吃晚饭，这个一点用处都没有。美军就这么烂，训练出来军官这么差，你叫解放军说5000颗水雷，解放军说这。会不会太小儿科了啊？真的是如此啊！这对解放军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这美军实在很差呀，一代不如呀，总统不如呀，是那个司令也不如了啊！那你说哦，封锁了以后啊，炸了几条船？两伊战争的时候炸了450艘船。那当时雷根总统就跟他不一样啊，他当然是派水雷没有，他只是很了当的就跟伊朗讲，我只要一条船哦，再被弄到的话。我就把你阿巴斯港所有的港口全部炸成废墟，伊朗就收手了。啊，你说因为人家相信雷根做得到，那伊朗怕啦，因为阿巴斯港炸了以后，他们几代人都不要吃饭了。哦，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哈。那你川普呢？啊，我护送了，我贴你保险费了，那个叫房地产商人，对不对？啊，如果是普丁啦，你敢，我2颗核子弹就把你伊朗从地球上掀开了。因为这种战略对峙就会害怕嘛，啊，你要想说，你到底真的吗？如果你看到好普丁，你会觉得他会；如果看到川普，你觉得这不会，不会，差很多了嘛。这个叫战略大师，有啊哈。这个全世界真的像那种雷根啊，或者像那个普丁这种战略大师，真的没几个啊。好，所以这个整个这个战争来讲，就是一个什么赌意志、赌实力，啊，这个你意志我一开始讲川普哈。没有战争的意志，啊，那个什么卢比欧那些人怎么行呢？对不对？所以应该这么正确的讲，应该是什么啊？你现在美国不是没有战争的能力，你有，你要把伊朗炸成地毯都可以啊。可是你没有那个本事、那意志力，说我今天开始炸你300天，你敢不敢？你做得到，但你不敢，就输掉了嘛。好，这个是针对于荷姆兹海峡的这个攻击行动，来自于伊朗最新的说法。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现在其实让西方国家很担心的是说，会不会现在全球各地会引爆所谓的圣战扩大的风潮？因为呢，来自于美国的 FBI 最新做了一个事情，他说伊朗拟定了用无人机会攻击美国本土，而且是加州会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也直接喊话了，他说官媒点名是来自于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暗示呢会攻击美国的6大科技巨头，当中包括了 Google、微软跟辉达等等哦。再来就是实际已经发生的攻击行动，我们现在来看到几起哦，包括了第一个这个杜拜机场遇袭，4个人受伤。那伊朗说了，接下来还会锁定银行。再来是华府现在提高戒备，因为这场战争，但是没有想到最新消息有一辆箱型车在11日清晨冲撞到白宫的围栏。再来是纽约市长官邸出现可疑装置，附近公园开始做疏散的动作。美国驻多伦多的领事馆遭到枪击。现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省长也暗示这一起行动是跟伊朗有关系的。那老师怎么看这一些各种的攻击行动？美国本土是否可能会失守？老师怎么看？我觉得不能小看 FBI 的警告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无人机它的发射架可以很短啊，它并不是都一定要在机场的那种长的这个跑道里面发行的。我们看到很多陆军所使用的战术无人机，就是一个发射架就直接一个角度就能够推出去了啊。所以把它装在这个伪装的各种轮船里面，货轮、货柜轮等等啊。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 ，FBI 掌握到这个情资，现在 FBI 的难度是在于是伪装成为哪一艘船，
那艘船现在在哪里？是1艘还是2艘还是3艘？那目前来讲还这个情资不够，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 FBI 应该再投下更多的钱，啊，因为这个钱不能吝啬，不能少了，因为他的确需要情报资料来告诉，因为重赏之下一定有勇夫嘛，一定需要有人提供情报资料，他才能够锁定在哪一艘船。为什么？因为如果说这个情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伊朗已经的革命卫队已经把他的无人机已经送上船了，然后这些货轮也可能挂外国国籍的，可能巴拿马国籍的，也可能维吉尼亚群岛的等等的，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挂哪一个国籍的船。如果已经目前他的情资说很有可能已经到了墨西哥湾，如果在墨西哥跟加州的这个也就是这个边界线的外海上，如果有他从船上发射出去，那如果一次一次出去的几十架，他往这个矽谷这个地方来攻击，只要成功的，那这个影响很大。所以纽森也不敢掉以轻心，他已经跟国家的国土安全部门已经在开会，而且他们也要确保加州不要受到攻击。如果说加州的老百姓，或是加州的硅谷，或者是比较重大的银行，或者是这一些这个您刚刚所列出来的微软、谷歌等这些，如果说他们本身有受到攻击的话，那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事，而且是美国很大的事，也是全世界很大的事。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应该掉以轻心啊，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里面，我们很明显的看到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伊朗要把中东海湾国家这些富裕的国家拖下水。然后让他们来去给美国川普施加压力，我觉得这个战略会是有效的。为什么？你看川普这从9号、10号、11号，今天我不晓得，3天他的改口3次，这代表他一直受到很多的影响，所以他翻来覆去，然后到最新的一次就是肯德基的这次的演讲中，他说我随时可以宣布结束，因为我们已经赢了，那就是代表什么？他本身承受的压力很大，所以他已经被影响了，他反复犹豫不决了，这代表已经很多人给他施加压力了。所以我个人觉得，伊朗的这个战略事实上是已经有一点效果了。是，好，那我们同样的问题，杨老师又怎么看？就是你刚刚看到蔡委员说，川普没有战略，他连战术都没有，然后他也听不进去那些专业的国安或者是军事的建议。一意孤行，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那他也成功达成了一个精准的斩首行动，所以他是可以宣布胜利了。那所以现在你看到的是，他不敢去下一波去进行任何大规模的这个战争，因为那真的是看不到尽头。而伊朗现在跟你搞就是不对称的消耗战。那我刚刚提有2个层面，其实还有第3个层面。我刚才提了2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在军事上跟你不对称的消耗战。那你现在以色列跟美国在反拦截飞弹上面，其实这个越来越少，越来越贵。第二个就是你在地缘上，荷姆兹海峡的这个跟你不对称的消耗战，你油就是出不去嘛。那过去我们看到历史上，21世纪以来3次的油价飙高，都跟伊朗、都跟荷姆兹海峡无关。那这一次真的是荷姆兹海峡被封锁。到现在为止，而且还真的船只被打到，那他就给你消耗。那第3个不对称的消耗战就是，现在的伊朗根本已经是被你打到这个，就只剩一条裤子穿了，而且他在整合他自己内部的这个统治、治理，甚至各个层面，那政治经济跟民生也不断的被你消耗。那可是呢，你愿意跟他这样打下去吗？那消耗下去，除非你愿意进行全面性的攻击，你最后你拿不到任何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川普应该要看准时机点，你就是已经宣布胜利了，其他的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小问题，然后呢，至于说伊朗后来怎么样，他的变化很难讲啊，说不定他真的坚持不下去，说不定他回到原来的那个态度，那又重新回到谈判桌，也许不是跟你美国，说不定跟欧盟，说不定跟沙特，说不定跟中国谈判桌，他会回去的。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